嗨，大家好！在2020年2月13日上午8点58分，第一架运20飞机稳稳着陆，缓缓滑向停机位。随后，一架又一架空军运输机陆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正所谓鲲鹏展翅落天河，天降雄狮原荆楚。这也是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参加非战争的军事行动。中国的运20军用运输机可能并不像航空母舰、歼20战斗机等军事装备那么惹人眼球，很多朋友对它也非常的陌生。那今天呢，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国当今最先进的运输机运20，以及它在世界先进运输机行列中所处的位置。的确，在很多非军迷看来，运输机这个机种显然没有战斗机、轰炸机那样在战场上可以大杀四方、威风八面，更加无法左右战争的结局。但实际上，运输机作为一个国家远程投送能力的象征，它们可以顷刻间将一支强大的装甲坦克部队投送到战场的前线，这在争分夺秒的现代战争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什么才算作大型运输机呢？所谓大型运输机，一般指的是具有洲际运输能力的战略运输机，它的起飞重量大多在150吨以上，载重超过40吨以上，正常航程超过5000公里，能实施空降、空投和快速装卸，能在远离本土的大中型机场起降，必要时也可在野战机场部署。运20最大的载重能力达到了66吨，最大起飞重量为220吨，可以载运主战坦克等重装备，最大飞行距离达到了7800公里。运20的服役也成为中国体型最大的军用飞机。而除了运20是大型运输机以外，此次驰援荆楚的伊尔76也是之前从俄罗斯购买，载重量达到40吨，也属于大型运输机。而另外一个是陕飞设计制造的运8的升级型运9，载重量20吨，属于中型战术型运输机。好，在介绍运20的特点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运20从设计到服役的心路历程。2007年3月，中国宣布启动大飞机工程，布点于西安和上海2座城市，其中大客50%以上的设计制造，大运全部的设计研发制造。大客就是大名鼎鼎的由中国商飞设计制造的 C919， 曾经首飞的时候可谓轰动一时，地点就在上海的张江，距离我工作的地点非常的近，中间隔着一个中环，我有很多的校友在里面上班。等以后有机会讲大飞机的时候，我再来详细的介绍。大运就是由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运20，代号鲲鹏。我之前在介绍歼20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成飞，歼11的时候介绍过沈飞，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设计制造运20的西飞。也在同年2007年的6月20日，大型运输机项目运20正式的在西飞立项，代号为072工程。当然这个时候媒体和大众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军迷们呢也只能靠一些不知道消息来源的小道消息进行揣测。2009年，中航工业集团首次透露将有一款达200吨级的大型运输机亮相。2012年底，中国国防部通过新闻发布会证实了运20项目。2013年1月26日，运20首次飞行测试成功。同年12月16日，运20的第3架原型机也成功完成了首飞测试。2014年11月，第3架运20原型机参加了第10届珠海航展，展示了短距起飞和高机动性。2015年1月31日，第5架运20原型机成功首飞。2016年7月6日，运20正式服役，首批机体已交付给解放军空军，并正式举行了授装接装仪式。2017年7月30日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中出现一架运20，这是运20首次在阅兵中亮相。2019年10月1日，运20出现在去年国庆70周年大会空中梯队的运输机梯队中。好，经过上面的介绍，我们立刻可以看出，从运20的工程立项到首飞，仅仅用了5年多的时间，而到正式服役也仅仅用了9年的时间。要知道，美国的环球霸王 C17从研发到服役一共耗时14年，这是不是中国军工的奇迹呢？其实并不是。西飞早在1993年就开始研究，可以说20年磨一剑。而且虽然主要研发生产单位是刚才介绍的西飞，但其实也加入了陕飞、沈飞、成飞、哈飞、上飞等共同合作研发，所以并不像各种百科上介绍的那样5年就搞出来了。
这个事情还真的没那么简单和容易。而且研发大飞机必须在大量的基础科学上实现突破才能完成，比如精密加工技术、空气动力学、高新材料、大型结构设计、超临界翼、综合航电系统等等方面。所以说，研制大飞机要比研制一款战斗机、轰炸机，甚至运载火箭和卫星还要难。研制火箭、发射卫星，日本、印度、以色列、朝鲜、韩国这一类国家也能实现。但对于大飞机来说，世界上就那么几个国家、几种机型而已，所以无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好，下面来介绍一下运20的特点。首先就是外形，采用宽体设计，看起来比较短粗，所以运20有个亲切的外号，不是鲲鹏，而是胖妞。虽然胖妞在当今人类社会中没有苗条淑女回头率那么高，但这种设计正是体现了运20机体布局合理性，具有新一代军用运输机普遍的外观特征，即加宽加高的货舱，使之方便运输更多超宽超高的货物，比如主战坦克和装甲车等等。其次就是短距起降，运20机翼是采用2套复杂的后推式3开缝机翼，而且机翼外侧的后缘则布置副翼。这种机翼系统提升了运20的增升效果，有助于缩短起飞时滑跑距离。媒体曾经披露过，运20最短能在600至700米距离内起飞。而有网友也在这次电视直播中测算了一下，此次抵达天河机场的运20在空载返程时起飞滑跑的距离大约为750米左右。当然，这并不是在极限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另一个特点就是尾巴，运20梯形尾翼设计的构型不同于伊尔76，看上去更接近美国的 C-17、西欧的 A400M 运输机。大型运输机的尾部设计对于飞机的操纵性能和品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家看到飞机可能觉得巨大的机翼很重要，其实影响飞机操控性能最重要的是尾巴，也就是它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呢，负责飞机的俯仰，垂直尾翼负责左右的方向。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介绍歼20时讲过，歼20由于在前面增加了2片压翼，就取消了后面的水平尾翼的设计。最后一个就是起落架，运20的主起落架采用双排6轮小车式重型起落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起落架的部位，左右各6轮，每个纵向3个轮子，分为2排。这种设计在降落时，它是后面4轮先接触地面，前面2个再落地，来减轻后面的压力。所以起落架的好坏直接决定了降落时的承重。而另一个作用就是起落架是否能够适应在野战机场跑道，如土场或者草场进行起降。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细节，就是对于野战跑道，土场居多，纵向轮子数量越多，对于同一块地面碾压的次数就越多。碾压次数一多，就会使本就松软的土质坑洼了，对于飞机滑跑显然是不利的。所以就要减少纵向轮子的数量，但横向轮子数量多了，整流罩设计就会变宽，这样增加了飞机飞行或滑翔的阻力，不利于巡航或短距起降。所以如何权衡，就要看各国军队针对其对手的需要了。这是运20的竞争对手伊尔76的设计，纵向2排，每排4轮。这是 C-17 纵向2排，每排3轮设计。好，说完运20的特点，我们就来看一看世界各国的大型运输机。在介绍之前呢，先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啊，就刚才提到的中国的运20、俄罗斯的伊尔76、美国的 C-17，这些都属于大型的运输机。那比这些更大的呢，就是超大型运输机，代表呢就为美国的 C-5M 和前苏联的An-124。由于是属于超大型运输机，起飞重量可以达到400吨，所以对于机场的要求非常高，也就无法在野战机场起降，通常做战略运输。简单来说，就是从本方基地运送到交战地的中间枢纽，再由中小型运输机做战术运输，最终抵达前线。而运20或 C-17等的出现，就把战略运输和战术运输的事情一起做了，一步到位。虽然一次吃不饱，但如果飞机数量足够的话，对战争的时效性帮助非常大。正所谓兵贵神速。虽然中国在超大型运输机上尚为空白，但大型运输机运20的服役，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有没有比超大型运输机更大的飞机呢？有，而且有且只有一架，那就是这个世界上
体型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由前苏联研制、现乌克兰的安225梦想式运输机。我把它叫做超大型运输机。那它到底有多大呢？如果把它改成客机的话，可以容纳1500至2000人之多。大家可想而知，它真是一个空中巨无霸。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也刚好是安225的机背。它的运载能力不仅局限于货舱内部，它机背货架的设计原本是用来背负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的，所以它的机背也拥有运载250吨货物的能力，所以运载能力世界第一，当之无愧。但是由于体积过于庞大，安225在设计难度和研发成本上是极其惊人的，所以至今为止只有1架。换句话说，由于诸多的局限，无法进行大规模量产，所以它的各项超高指标也只具备了象征性的意义。另外，飞机制造的如此巨大，起飞重量达到惊人的640吨，不要说野战机场，一般的机场跑道都是无法承受的。如此庞然大物降落时，一般机场跑道的砖块都有碎裂的风险，所以很多机场它都无法降落，这也就影响了它的战略投送能力。接下来再简单介绍一下跟运20对标的几款机型。首先就是俄罗斯的伊尔76，这款机型呢，早在1970年代就服役了，可以说非常的古老，也是中国曾经购买过的大型运输机，前后曾经购买了30架，其中一些也改成了预警机和加油机。在运20服役之前，伊尔76也是中国最大的运输机，载重量40多吨，但是不管从运载量和航电设备都没法跟运20相比，属于不同级别。而此后，俄罗斯也对其进行了改进和升级，最新型号是伊尔 76MD90A， 也就是伊尔476。这种改进型虽然各项指标都有所增强，也接近了运20，但毕竟是在老款伊尔76上进行改进，局限很大。而目前中国暂时还没有进一步购买的消息。它的优势就是俗话说的皮实，也是这个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大型运输机。该机型已经生产了900多架，而且依然在生产中。另一个就是美国的 C-17， 1995年服役，可以说是当今世界表现最好的一款大型运输机，也是一款标杆型产品，最大载重77吨，最大起飞重量265吨，均超过了运20，而且在野战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在各种野战跑道上均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也同时具备非常出色的操控性能。这是在2019年9月28日，在布里斯班河航展上，一架澳大利亚空军的 C-17进行了超低空飞行表演，当地的居民可以在自家阳台上就能近距离见到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身旁掠过，场面非常的震撼。所以它的操控性和超低空飞行能力非常出色。但这款机型由于成本和潜在对手的实用性方面等等诸多原因已经停产，并彻底关闭了 C-17的生产线。关闭前最后一架卖给了印度，当然碰到三哥还是要小敲一笔的。美军自己购买的价格是 1.5 亿美元单价，两个小弟澳大利亚和英国大约2亿美元，三哥买嘛5亿起。当然三哥自己还是很开心的，这么优秀的运输机最后一架竟然被自己买到了。好，综上所述，大型运输机的性能排序，美国的 C-17优于中国的运20，优于俄罗斯的伊尔476和伊尔76。另外简单提一下的就是欧洲的 A400M， 最大起飞重量是141吨，载重是37吨，刚好超过运20的一半，是由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卢森堡、比利时、土耳其等7个国家联合研制，于2013年开始服役。各项指标均逊色于以上提到的几款大型运输机，低一个级别。但它最高光的时刻就是在电影《碟中谍5》开头中，阿汤哥的纵身一跃，那架飞机就是 A400M， 这也是目前北约最先进的大型运输机了。而就在拍摄这个电影后不久，一架 A400M 却发生了坠毁。该机是由西班牙组装给土耳其的，在进行试飞的过程中，刚起飞便发生事故并坠毁起火。发生事故时，飞机上共有6人，4人为机组成员，另外有1名工程师和1名机械师。其中4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2名工程师竟然奇迹般的生还了。能够从这样的事故中死里逃生，2名工程师真的是人品爆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 C2 运输机，
各项性能指标与欧洲的 A400M 接近，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好，以上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世界各国的大型运输机。毫无疑问，运20的服役可以让中国跻身为世界有能力制造大型运输机国家的行列。而随着美国的 C17、C5 的生产线的停产，运20也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还在批量生产、起飞重量超过200吨的大型运输机。总之，运20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空军在战略投送能力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且在后续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的生产方面有了平台保障，在大型飞机制造方面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服役甚至不亚于歼20的成军。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